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着一点自己的积蓄，而在很多的家庭当中，这一笔积蓄往往来之不易，可能需要通过多年的积累才能够拥有一些客观的存款。但是在中国河南的一位老奶奶却突然发现自己银行卡中的80万元不翼而飞了。80万台币，这么多钱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而这钱又是被谁给拿走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就在前不久呢，河南驻马店的王奶奶突然发现自己银行卡里辛辛苦苦存着的80多万全都不翼而飞了。这一下怎么得了？王奶奶心急如焚，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对于手机这类高科技产品又一窍不通，惊慌之下赶紧和自己的女儿联系，说明了情况。王奶奶的女儿知道后感到特别诧异，因为她知道母亲向来节俭，平时连一瓶1块钱的水都不舍得买，这20万元一定不是母亲给花掉的，而且这钱还来之不易，有着非常沉重的意义。王奶奶其实过得并不轻松，她现在还独自一个人带着2个孙子，目前一个已经11岁，另一个10岁，两孩子也是命苦，多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他们，随后的日子一直都是他们的父亲独自抚养他们长大，日子虽然有些清苦，但也还算过得下去。但是在2019年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意外，两孩子的爹出了车祸，直接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消失了，换谁肯定都受不了。最终在经过王奶奶一家人的努力下，打了2年的官司，终于在今年的7月份拿到了20多万的死亡赔偿金。平时王奶奶一家人不管多难也不敢动这1分钱，因为那是拿儿子的命换来的，而且这银行卡里的钱都需要留着以后给孙子上学用，所以王奶奶的女儿知道这钱莫名其妙的消失一定另有蹊跷，赶紧联系民警，希望能够展开调查。结果这一调查可就不得了了，真可谓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这来之不易的80万元全被2个尚且年幼的孙子玩游戏花光了。2个尚且才10岁左右的孩子沉迷于玩和平精英这一手游，并且在这个到处都充斥着诱导充值的游戏中，2个小孩没能够坚守住内心的冲动，短短几个月就陆陆续续的将80万全部花在了游戏中。很多人看到这个都会非常疑惑，按道理来说，现在中国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以及充值渠道等各种方面应该有很严格的管控啊，这2个孩子哪来的本事能够充这么多钱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如课代表之前担心的一样，这2孩子先是在网商平台上找到了卖号的店铺，并且一开口就是你们店里最贵的账号是哪个，最后通过与店家之间的沟通，他们购买了一个标价高达20万元的账号，而后进入游戏以后，2人又陆陆续续花了50多万用来给自己的账号购买人物和皮肤。这有一点非常关键，大家都知道，付款的最后一步是需要输入支付密码和人脸识别的。这2孩子又是怎么做到绕过这一关的呢？也很简单，因为带着他们的家长是年岁已高的王奶奶嘛，所以他们就趁王奶奶输入密码的时候偷偷记住，而后更是借着王奶奶不懂网络的原因，谎称是考试需要，让王奶奶拿着手机完成了人脸识别。而王奶奶在知道真相后的一瞬间，感觉内心最后的壁垒都被击破了，当着众人的面直接痛哭流涕，直说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又不忍心过分苛责孩子，所以王奶奶的女儿就希望能够通过警察和媒体的帮助，看看能不能将这笔钱拿回来。在这条新闻底下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有惋惜，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愤怒。有对游戏公司的愤怒，有人借机开始宣扬说坚决支持关闭游戏，网络游戏害人不浅，如果游戏继续存在就是对我们下一代的不负责任。也有对家长的愤怒，大人连自己的手机都管不好吗？孩子不懂事儿，大人还不懂事儿吗？怎么孩子说什么就信什么，一点大人的样子都没有，这钱丢了活该。但更多的是对孩子的愤怒，太不懂事儿了，那是80万吗？那是他们父亲的命啊，去爸爸的遗像面前跪着吧，从小就这么败家，长大了一点也没有出息。大家觉得生气很正常，因为这种事儿不管落到谁头上都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儿。但我觉得愤怒之余，我们更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是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游戏公司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和胡乱消费的现象，各大公司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这件事本身其实并不能怪罪于游戏上，游戏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完全就是看玩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如果玩游戏的人本身没有问题，那么游戏也就很自然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但如果玩游戏的人本身受到的教育没有教会他自控，那不单单是游戏，世界上任何具有诱惑性的东西都很可能会让这个孩子走入歧途。当然，家长也有非常大的问题。王奶奶年岁已高，我们不可能对她苛求什么，但是其他的亲戚呢，就没有人去管孩子的教育问题吗？只要孩子还活着，就算尽到责任吗？不过我们有一说一，最大的问题当然出现在这2个孩子身上，但造成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却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2020年3月，一名7岁男孩用爷爷手机上网课时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随后仅仅过了4天时间，他就在游戏中花了5.2万元购买各种游戏道具。孩子的爷爷有慢性病，去买药时被店员告知卡里余额不足，无法购买。回家一问才知道，卡里的钱竟然都被孙子给花光了。今年3月，四川的曾先生突然发现，最近1年中自己的微信账号多次向同一账号进行支付转账，一次少则几十块，多则过万，共计转出了12万余元。而这些消费记录都是出自他9岁的儿子之手。因为现在很多老师都会通过手机留作业、上网课，曾先生的儿子也以此为借口，表面上是要手机来上网课，实则是为了玩游戏买装备。曾先生是又气又恨，他们是农村家庭，十分的不容易，却没想到孩子这么不懂事，随随便便就把他们自己的心血花到了游戏上。不得不说，手机游戏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就拿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事件来说，孩子们城市不同，年龄也不同，但却都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为什么这些孩子那么爱玩游戏？为什么总有孩子在游戏里肆无忌惮的消费？其实这些孩子给出的理由都差不多，都是觉得学习无聊且枯燥。手机游戏则不一样，它画面精美，过程紧张又刺激，一旦开始玩就很难自控。这也不怪孩子，因为手机游戏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沉迷的。大人还能凭借自控力适度游戏，但孩子却难以招架得住。另外，很多孩子对于金钱真的没什么概念，在他们眼里，1000块和10万块可能除了叫法不同，没什么特别的区别。反正他们平时要花什么钱或者想要什么东西了，只要和家长说就行了。曾经看过一个针对小学生的街头采访，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小学生，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一位小女生回答说，我觉得一个月差不多能挣200多块钱吧。另外一个男孩子则回答说，一个礼拜几千万吧。小年纪的他们对金钱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他们不知道几千万有多多，也不知道200多块钱有多少。这样的一群孩子又怎能知道自己在游戏里随手充值的数字是爸爸妈妈努力了多少个日夜的结果呢？他们缺少的不只是对金钱的认知，缺少的更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很多父母拼了命的努力赚钱，都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但却很少有家长会让孩子知道赚钱有多不容易。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又应该是怎样的？所以为了尽可能的避免孩子沉迷游戏，在游戏中乱花钱，我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首先是孩子们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类的事件，都是因为缺乏良好的教育，导致了他们的认知出现偏差，自控能力不足，所以才会一面对诱惑就无法控制自己。缺乏良好家庭教育，孩子们很容易就会养成坏习惯，而这些才是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一昧的怪罪游戏或者孩子，只会让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只有明白了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我们才能够去改变现状，让悲剧不再发生。最近网络上又发生了一件引起网友们热议的事情。据网传，一位17岁的男高中生居然在女仆店豪掷千金，将父母给他的留学费用128万元全部花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不禁让我感叹，古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现有高中生小王氪金充卡为女仆。
为了解事情的全貌，课代表在网络上好好的调查了一番，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刚刚结束高考的小王是远近闻名的小开，虽不是手握兰博基尼方向盘，却也是随随便便能拿出几十万的17岁少年。原本小王的父母希望他能去国外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从踏进女仆桌游店的那一刻，人生改变了。一走进女仆桌游店的大门，温柔的女声便传入少年耳中，欢迎主人回家。少年自觉心神荡漾，随即看了看自己卡里的余额，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了桌游店。众所周知，宅男愿意去女仆桌游店消费，可不是冲着桌游，而是不同类型的女仆。一般情况下，入场就有入场费，但通常不会超过200元，还算平民宅男能够接受的价格。只需要200元就可欣赏到 JK 女仆、古风女仆等等各种赏心悦目的小姐姐。小王一合计觉得不亏，拿出手机付了款，走进桌游店内，紧接着又是第2轮付费。场地费一般分为大厅和包间，包间比较贵，大概在400元1小时左右。小王作为一个公子哥，哪能坐大厅呢？随即就选了豪华包间。据统计，大多数的客户通常都喜欢包一个小包间，便宜但私密性也有的。豪华包间与小包的区别，主要是空间大小的问题。毕竟女仆店并不会装修的金碧辉煌，够2次元风就行了。既然是桌游店，就一定有很多娱乐项目。女仆一般负责和客人聊天或者玩桌游，高端一点的店铺则会让女仆和客人一起玩 PS4 等。大家想象中那种带颜色的游戏是不可能的。每家正规的女仆桌游店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客人有什么非分之想，都会被立刻逮捕。帮忙做作业也是不可能的。小王不差钱儿，一口气直接点了4名打扮不同的女仆一起玩。根据店家所说，4名女仆和小王一起玩了10小时桌游。期间，小王觉得玩桌游凸显不出自己的财力，还给女仆打赏了2万元。此外，为了得到其中3人的微信，还额外花了6000元。没错，想要微信拿钱吧你。当然，每一个添加了女仆微信的宅男都想约会女仆。如果你想约会女仆，请额外充钱，起码达到2万元才有戏。而且，为了保证女仆的人身安全，约会并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通常都是店家规定的地方，比如某家咖啡厅等等。大部分宅男既没有钱氪金，又色胆包天，总想撩女仆小姐姐的宅男，则会遭受无情的打压。据网友爆料称，普通宅男通常在微信上说10句，才有可能得到1句的回应。总之，一个合格的女仆总是对宅男们忽冷忽热，让他们对其又爱又恨，欲罢不能。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这些宅男再次到店里消费。听起来是不是很鸡贼呢？实际上也只是一种商业策略罢了。从法律的意义上讲，女仆可没有任何义务回应宅男们的消息。最后，小王玩到女仆店快打烊了才回家。过了几天，父母发现小王穿的鞋十分炫酷，询问后得知竟然要3万多元。随后父母发现银行卡的钱提不出来了，一查账单惊掉了下巴。好家伙，小王把留学1年的学费128多万元都用掉了，打印近3个月的流水，发现足足有40-50页，都有一本书的厚度了。其中有去按摩店办卡、酒吧蹦迪、女仆店氪金、购买奢侈品、买男孩最爱的 AJ 篮球鞋，其中还有在女仆店内的7.2万消费。总的来说，这7.2万包括10小时桌游以及自己花的打赏和3个女仆的微信。仔细想一想，其实也挺合理的，毕竟每一笔开支都是文明规定，愿者上钩，并没有任何强制消费。但是小王的父母可不服气，他们认为小王还是未成年，商家让未成年消费就是不合法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小王的父母利用舆论造势，最终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商家还是归还了对应的款项。而这还仅仅是一家女仆桌游厅，王先生还想要讨要回来别的款项，还要跟别的酒吧 KTV 进行交涉才行。毕竟王先生打印出来的银行账单都有数十页之多。那么如果不仔细了解事情全貌，大部分吃瓜群众都会认为少年豪掷女仆店几十万。对此，店长也很冤地说，自己女仆店所有营业执照都是齐全的，而且所有消费均是明码标价，没有强制消费和诱导消费这一说。游戏项目由消费者自愿选择，选择女仆的数量也是自己决定。虽然打赏一位女仆是8888元，顾客也可以选择不打赏，
但是最终店长秉持着人本主义的精神，还是把所有钱都退回了。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孩子、家长跟商家可能都不觉得自身有问题，可是其实这三方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是孩子，虽然是未成年，可是毕竟已经是一个要步入大学的学生了，本身应该有一定的判别是非曲直的标准，然而他却消费无度，没有任何节制。其实事情发生了还有一定的好处，这笔钱要是等他留学之后再挥霍出去，那可能更麻烦。家长方面则是缺乏对孩子的监管和教育，没有尽到自己作为家长的义务，孩子开始挥霍这笔钱是从7月就开始的，而家长则一直等到8月底才发现，后知后觉造成损失，也应该承担对应的一部分责任。而且从孩子挥霍的情况来看，家庭教育的是非曲直观念是缺失的，同时自觉委屈的商家也并不是那么委屈，尤其是开女仆主题的桌游厅或者餐厅的商家，都要注意未成年人的问题。一般这个年纪的消费群体花的都是家里的钱，可是他们的钱来源却不一定是家长给的。孩子愿意消费，可是家长不愿意，最终这个钱还是要还回去，而受到损失的还是商家自己。而同样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可真就是屡屡出现。在今年3月的时候，新疆一位妈妈突然发现自己卡中的40多万元居然不翼而飞了，于是连忙展开调查，最后发现这笔积蓄居然是被自己年仅11岁的大儿子小尼全给拿来买游戏账号了。当时因为当地疫情关系，一家人都在家中隔离，孩子在家学习，作业什么的都是在手机上操作。他妈妈那时正好在生2胎，精力主要放在了老二身上，所以他能够比较自由地使用手机。舅舅告诉媒体，小尼学习成绩其实不错，平常家里人允许他在完成作业的情况下适当玩一下手机。我们都知道他喜欢打游戏，也常常提醒他不能乱买什么游戏装备。不过小尼先后多次妈妈的账号在拼多多平台上的一家游戏商家处进行了数十笔消费，共购买了4个高级别游戏账号，金额高达40万6千余元。发现问题后，小尼家人陆续准备好了各笔消费的支付记录及相关证据，并向拼多多平台和相应游戏公司进行投诉，希望对方能够将小尼购买游戏账号的资金退回。实际上他年纪很小，购买的那些游戏账号级别都很高，他其实都玩不了。舅舅介绍，而后经过平台的协调处理，小尼将游戏账号退还给了游戏公司，不过游戏公司只向其退还了32万余元的费用，原因在于账号在流转过程中已经有了价值贬损，这也将影响游戏公司的成本。但小尼家人却并不认可此说法，他们认为小尼本就是未成年人，这种消费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最终经过法院的裁定，游戏公司决定再多退还小尼一家4万元，总计36万元。以上的案件实际上都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案例，一旦自己家的孩子出了事儿，父母都只会把矛盾转移到外界事物上，他们从来不会认识到这些事其实都是孩子的错加父母的错。还差10天就成年的小王实际上已经算是一个成年人，打着未成年人的旗号就可以白嫖装备和服务吗？但作为看客来说，面对社会事件更应该多一分理智，少一分偏见。娱乐致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全都被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在这个娱乐致死的年代，希望大家都能成为那个理智的人。如今的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消费诱惑，我们作为成年人更应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订阅，我们下期再见。